You and your husband have Nepal ID? ID. Only refugee card. Me also no citizenship. Yeah, and yeah. this big problem. Pay money, every year pay money. 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藏族也是其中一个。大多世代聚居在与我国西藏接壤的穆斯唐山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近代有一部分后来迁入尼泊尔的藏族，大都住在城市里。在谷歌地图上，这些城市里的藏族村被叫做难民营。这里如今的生活状态如何呢？我现在在尼泊尔的第二大城市啊，也是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博卡拉。在博卡拉这个城市呢，总共有4个藏族的聚居村。这些藏族人他们从哪里来，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怎么样？在网络上资料都非常少啊，所以呢，我就在地图上找了一个村啊，打算过去看一下。我前面的这个绿色的铁门里面进去，就是市区比较近的一家西藏村。从外表上看就很像一个普通的社区一样。看到前面一个藏族穿着的一个老奶奶进去了啊。一走进来啊，看到这里面就跟一个普通的好像社区差不多啊，里面大多数都是2、3层左右的房子啊，还有一些平房，看上去有点像小时候啊那种住那种大院里面的那种场景啊，建筑也是比较的普通。其实最好的建筑就是身后的这一座寺庙了啊，非常的高大气派。然后那边的话还有一些就是僧人在这边干活。看到一个大妈，然后她让我去他们家坐一下啊。Tibetan sheep. Tibetan sheep. You give the food to the sheep? Yeah, food. Yeah, everybody. Everyone gave it. 这个里面有好多的这个羊啊。刚刚那个大妈她说这里是他们的西藏羊啊，这个他们每一家西藏西藏羊，他们每家会喂他们啊。Here's your house, your family. Thank you. Hello, Namaste. 这是大妈的老公啊。How many children in your family? I don't have children. You don't have children. Only you and your husband.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China. When you come to Nepal, which year? Oh, no, I just 8 years in Nepal. 8 years. You 8 years from old. where? Then I stay in Mustang. Mustang. Oh, 12 years. 12. 12. Yeah. And come here. So your house, you should pay your house here. Only this now. No pay. It's free for you. All the people in this Tibetan camp. Yeah, all people, one room, no payment. Oh, one room. If you have children, you can have more room. Children, separate. Separate. Oh, okay. All the people in this camp, what's the job? No job. No job. Only this, something like this. Some jewelry, some handcraft. Handicap. All about this. 大妈对于我的到访非常热情，张罗着要为我亲手制作藏式酥油茶。好，这个东西我好像以前在西藏的时候也看到过啊，放点奶粉，然后放一些糖进去 Salt. 啊，放点盐啊，还不是糖，就把那个糖还有盐放一点那个酥油哈，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应该是这样子来击打。虽然他们现在住的房子都是现代化的房子了，还是饮食习惯上还是非常的传统啊。每家每户啊就只有1间房哈，他们这个是免费的。看得出这个房间里头还是蛮拥挤的，所有的功能都在这一间房里面，像厨房啊，然后储藏室、客厅、卧室，全部都在这一间大概10平方左右的房间里面。May I try it? Let me try it. 试一下他们怎么打，踩住它这边的一根线啊，能够把这个固定住。我现在在这儿已经能闻到这个茶的一个香味儿了。My story. Yeah, your daughter. Okay. 认了个干妈啊。In China, we call my mama, mama, and another mommy, 干妈。干妈耶，很好玩。虽然我去过西藏好几次，但是我还没有自己打过这个酥油茶啊。打好了酥油茶，大妈为我找出了一套西式茶具。这套精致的茶具和这个简单的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大妈刚才说他们这边的就是这个整个藏族村的人啊，其实都大多数没有什么工作啊，基本上都是做一些手工为生。然后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基本上是可以说是疫情2年多以来，基本都没有什么收入。I show very old thing. What's this? My husband, father. Husband, father. Yeah. 还是非常讲究的东西哈。This handmade, very old. 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铁做的，还是铜啊，金属的一个
杯托，然后一个茶杯，这么一套啊，至少也有个大几十年的样子。这套古色古香的藏式茶具，默默诉说着这家祖辈们过着讲究而不凡的生活。看看大妈她做的手工啊，因为在疫情之前呢，他们这边每家就是妇女都是以这个做手工维持生计这样的。I make. I buy a piece. And yes, then make design. yeah. You buy the piece from Kathmandu or Pokhara? No, some people, yeah, maybe I don't know. Oh. Some people selling here. then Selling I here. make, yeah. Oh, other women. Other way, I just same. Same, yeah. 大妈他们做的这种民族风的这种手工艺的串珠啊，就是他们会有应该是一种有组织的哈，就是组织他们这边西藏村的妇女们，然后在家里做这种手工啊，拿出去卖。在如果说有游客的时候是在疫情之前旅游业好的时候，也能赚一点小钱补贴家用。因为疫情，尼泊尔的那个旅游业可能相当于是停滞的，差不多有2年，很多店铺都是直接关门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也就是完全都卖不出去了。How much you can make money 1 month? No, good eye. Not maybe 10,000. no, 5,000. 2,000. More 1 month. Before the corona. Yeah. And then no good eye. Yeah. It's mini food and then what's the other thing? 疫情之前的话，他们的收入也不算很高哈，就是一个月只能有2-3千卢比的收入，也就是人民币几百块钱吧，真的算是非常非常低了。很难想象靠卖手工艺品每个月小几百块的收入该怎样维持生活。接着大妈又拿出一个物件，我也心中明了了，他们是靠什么度日的。Put it. How many years old? How many? My husband, Father gave him. Yeah. 50. More than 50. He's Yeah. 78. Father gave him. Yeah. 大妈给了我一串这个就是她老公脖子上取下来的这串菩提子啊，菩提非常老啊，然后问我想不想要啊，然后因为她想急于换点钱啊，因为确实因为疫情收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收入了，这串菩提子看上去确实也非常不错啊，这种100年历史的确实是还挺少见的啊。当然不是说大妈说它是100年就真的是100年，它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些珠子上的一些痕迹来判断啊。一是通过压痕，二是孔道，就可以看到这颗珠子啊，这颗珠子它明显它的形状跟旁边这颗珠子它不一样，因为它这颗珠子跟这颗珠子之间产生的一个磨损，两边珠子的一个挤压磨损而产生的这个形状的不同，被削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像钥匙孔，像这一颗珠子，它就明显呈现出了一个不太规则的这个孔道，这就是由于这个绳子在里面时常的有一个滑动啊，会产生的这个孔道的一个变化。这些钥匙孔啊，它也不是1天2天就能形成的，而是长期以来日积月累的这个绳子在这个珠子的孔道中的滑动磨损形成的。然后加上这串珠子的手感还挺压手的，还挺沉的，说明这个珠子的密度也还行啊。由于自己本身也喜欢收藏藏传文玩，所以最后从大妈手里买下了这串老的菩提佛珠。经过多年的变卖，也许这佛珠算是这个家庭里已经为数不多的老物件了。在这样的藏族村里，依靠变卖家里传下来的老物件为生，并不是少数现象。What's this? Is it gawu? Gawu, yeah. Yeah. Gawu inside. 这些藏族的妈妈们啊，看到有游客的人进来了，都很想换点钱啊。然后刚刚那个大妈也从家里拿了一个老的，像那种叫嘎乌盒，问我要不要，我说不太喜欢就没要。就是他们现在感觉就是非常需要游客，非常需要现金，非常需要钱啊。就是看到游客都很想卖点东西出去换点钱。虽然他们这些藏族住在这里是免费的哈，房子是不要钱的，但是呢，房子的条件还是相对于当今的这种社会生活水平来说还是比较差的。房子里面是没有水，也没有厕所的，所以他们统一用水的话都在外面接水，住啊也是在外面，然后也是每家每户没有独立的厕所跟浴室，都是用的公共的。空地里随处可见散养的羊，在这里它们并没有普通牲畜的生存危机，它们是宠物，是心灵寄托，并不会被吃掉。
这一个那个西藏村里面大概有100多口人啊，但是这栋庙里面呢的僧人还不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有几十个啊，都是年纪还比较小的，大概都是只有几岁，还有10几岁的一些僧人。听说他们这边的很多藏族人家就在这边。尼泊尔本身整个国家的经济也不是特别景气啊，找一份好的工作就非常的难。很多藏族人他们家里生了男孩之后呢，从小就把他们送到寺庙里头来，至少呢吃喝不愁。相比藏族村里普通人家的生活，只有出家人才能过得相对无忧无虑吧。儿女众多的家庭，生活状况举步维艰。看到了另外一个藏族的老妈妈哈，让我去他们家坐坐。You and your husband have a Nepal ID? ID. Only refugee card. Refugee card, you can go other country? Yeah. India, India. USA, Okay. America? America also okay. Okay. No give. Visa no giving. No giving visa. No give. India okay. India okay. Only India. Only India okay. Your children have ID card? ID, yeah. No ID card. Nepal. Also only refugee. Children also, Yeah. but no enough. So your children also can go to only India and then Nepal? Yeah. Here, just 10 years here is Yeah. school. Small. After high school, Yeah. little bit India good. Your children are in India school. You should pay money for. Yeah, money. Yeah, expensive or not? Expensive. Expensive. Yeah. Just job only this some selling. Yeah. Every people they selling. They sell only. Me also no citizenship. Yeah, and yeah. this big problem. No citizen is hard to find a job. Yeah, Yeah. no hard job. Pay money. Every year pay money. How you can pay so many children go Yeah, study? many children also I just only selling. Yeah. Selling. What you selling? Just jewelry. Only jewelry. This Jewelry? 3 years lockdown. Yeah. Problem. So you sell many older jewelry from your father, mother. Yeah, this selling, yeah. my- So yes, it's also very difficult Very made difficult. for children. Yeah. Yeah, money no enough. Children keep here. Yeah. Big problem. 我问了老妈妈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理想化的情况下，你最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生活在哪里？ Best Tibet. Tibet. Go back to Yeah. Tibet, Second time Europe. Europe. Yeah. Japan. Yeah. No point. Yeah. Only thinking. Yeah. Thinking. Yeah. Only thinking. Yeah. Yeah. No citizenship. Job no point. Yeah. And going the other country going the Money. Yeah. Money. Have a good job. It can make money. Yeah. 他们没有国籍，没有身份证，子孙后代也都如此，重复着被人叫做难民的生活轨迹，就像被全世界遗弃的族群。对比我国境内藏区的生活，令人分外叹息。当眼前的路还有选择时，我们应珍惜每一次的选择，一旦选了，岁月便无可回头，生活没有那么多如果。